快来看看辉宝这状态，哪还像是一只小熊啊！辉宝这傲娇的状态，已有了一副小人精的模样，抢起宋爷爷的皮靴来，那叫一个蛮横。宋爷爷伸手想拿回属于自己的皮靴时，辉宝咬着皮靴，生气的一个转身，给爷爷的手从自己的身上甩了下去，像是在说不要碰我。然后接着起身，带着爷爷的皮靴跑去了窗前姨姨们的身边，留下宋爷爷自己在原地独自尴尬。辉宝的调皮证据不止如此，前2天辉宝还给圣熙姨母在园区整摔了。圣熙姨母以为能把自己被辉宝抱住的脚偷出来，没想到辉宝却抱得如此的紧，而且害怕会踩到辉宝。圣熙姨母只能选择自己摔倒在地。最近姐妹俩真是给爷爷和姨母们玩坏了，就连江爷爷也没有逃过。瑞宝抱爷爷腿的臂力一点也不输辉宝，抱着爷爷的大腿，不管爷爷怎么拉扯瑞宝，就是不放手。就连江爷爷连蹦数码，瑞宝都不放手。虽然福宝小时候很调皮，但是远没到瑞宝和辉宝这般折腾人的地步。这样对比以前，福宝小时候还算属于文静的。小时候福宝更多的是欺负妈妈，而对于爷爷则总是处于被欺负的状态。尤其是宋爷爷，福宝小时候总是被宋爷爷惹到生气，而这时的宋爷爷则经常制作小礼物来给福宝赔罪。而对于现在的姐妹，则是害怕妈妈，所以把所有的脾气都发泄在了爷爷和姨母身上。而辉宝这总是脱爷爷的皮靴，或许是在暗示爷爷，表示爷爷该给自己制作冰镇皮靴了。晚上妈妈给自己讲福宝姐姐小时候的事情时，都告诉自己了。辉宝表示，爷爷，你再不给我制作冰冻皮靴，以后我见你皮靴一次就抢你皮靴一次。哼！江爷爷的农场日记又更新了。江爷爷的小农场真是可以种万物。江爷爷前天迎来了自己的韭菜大丰收，回家后，江爷爷的妻子就下厨给江爷爷安排上了，有凉拌韭菜和香煎韭菜饼。江爷爷在农场里所种植的都是一些自己童年时对自己印象很深的蔬菜。对于韭菜而言，是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种蔬菜，觉得它是万能的，可以做饼，可以凉拌，还可以放汤里做配菜，甚至烤肉时搭配着吃也很不错。江爷爷对韭菜心生赞叹。不过江爷爷表示自己至今搞不懂，韭菜的肥料为什么会是木头烧完后的灰。小时候江爷爷家里是用木头生火的，而对于烧过后的木头，江爷爷的妈妈会把那些燃烧过后所产生的木头灰收集起来，然后用来给韭菜当肥料。虽然江爷爷不懂用途，但江爷爷知道照着妈妈的方法做指定没错，所以江爷爷每次在原地烧火时，都会学着以前妈妈的样子，将木头燃烧过的灰收集起来。江爷爷表示，韭菜除了美味以外，它们在生长时所开出的花也很是漂亮，甚至可以用来赏花。江爷爷有时都想留着它，不给它割掉，但是用不了多久，江爷爷就又会想起它变成美食后的味道，所以每次都会想着等下次再赏花。而与其说韭菜是江爷爷的，倒不如说是江爷爷妻子的，因为种苗和料理都是江爷爷妻子来处理，江爷爷只负责收获和吃。而对于割韭菜，江爷爷也是很有心得的。韭菜在割掉后，在2到3周里会再次长出来，只要按顺序去割，那将会在5月到10月份会有吃不完的韭菜。当给其割掉后，再给其补充点肥料，它们就会毫不吝啬的疯长。宋3岁又来送小苹果了，只不过宋3岁的敲门声不够大。此时的爱宝但是宋3岁的手已经快敲肿了。今天下午时，辉宝自己独担保家的营业任务，宋3岁为此给辉宝准备了许多鲜嫩的竹子，这铺满床的竹子简直就像是个竹子毛毯。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时瑞宝正在树上睡觉，爱宝正在小亭子上睡觉，而连乐宝都趴在他的木架上睡觉，只有辉宝是醒着的。辉宝感觉自己此时压力颇大，辉宝时不时的看向通道门口，想着爷爷什么时候来开门，自己好回家。辉宝从来没有这么期望过下班，辉宝都坐不住了，走下了小亭子，想着这时候还能玩点什么。辉宝在园区转了一圈，最后还是来到了妈妈身边。辉宝挤在妈妈身边，感受着妈妈的温暖。小孩没有安全感了，都爱找妈妈，辉宝也一样。好在这时宋3岁来了，宋3岁给通道门打开了，辉宝终于盼来了下班。辉宝赶紧爬下小亭子，迈着自己那修长的土豆腿往家跑去。而爱宝和瑞宝这里对于刚才辉宝回家的声音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爱宝、瑞宝，这要是不行，宋3岁今晚怕是要在园区留宿了。宋3岁这时走来园区，拿来一块小苹果，顺便给爱宝敲了敲门，提醒爱宝该回家了。宋3岁也不傻，敲完门赶紧就跑了。宋3岁怕爱宝有起床气，反手给宋3岁一脑门，但宋3岁这套流程下来，爱宝和瑞宝没有一个动弹的，反而是乐宝这里起来了。姨姨们眼看乐宝醒了，手机统一调转方向，齐刷刷的对准了乐宝。不过很多姨姨怕爱宝这时也醒了，
所以时不时的还会回头看。虽然身体在乐宝这边，但心还在瑞宝和爱宝身上。而乐宝醒后也迟迟没有要回家的意思，一直坐在木架上看着对面的爱宝和瑞宝，想必是在等他们醒来一起回家。爱宝此时正趴在宋奶爸面前吃着窝头，全然没有管身后的熊猫宝宝。此时的爱宝这个样子，就像是在和奶爸撒娇一样，简直不要太可爱了。宋爷爷说这样吃窝头会更舒服。爱宝在爷爷面前沉浸式的表演着吃播，一时爱宝和宋爷爷都忘记了熊猫宝宝的存在。好在熊猫宝宝现在正在睡梦中，并不知道爷爷和妈妈的这一行为，不然熊猫宝宝要以为自己是捡来的了。爱宝吃完窝头后，还不忘舔舔掉在地上的窝头残渣。而今天爷爷发现，爱宝在熊猫宝宝的房间拉青团了。之前在熊猫宝宝小的时候，为了给熊猫宝宝营造一个好的环境，爱宝总是去到隔壁房间拉青团。看样子现在的熊猫宝宝对爱宝来说真的长大了，自己不用再那样累了。爱宝拉完青团后，爷爷来给爱宝打扫房间，顺便先给熊猫宝宝测量了一下体重，4.2千克。测量完体重，爷爷开始对爱宝的青团进行清理。清理完青团，爷爷还不忘再进行一遍消毒。经过爷爷的打扫，房间再次焕然一新。打扫完房间，宋爷爷回到办公室，为熊猫宝宝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小床。看二宝躺在里面的样子，还是很舒服的。照顾完2只熊猫宝宝后，爷爷来到室外陪福宝。此时福宝正享受自己的窝头，听见爷爷叫自己，也没有去理会，而是继续埋头吃窝头。看样子今天的窝头福宝很满意。就这样，爷爷看了一会儿福宝的吃播。第二天，爷爷再来看爱宝时，爱宝怀里的熊猫宝宝已经变成二宝了。二宝正埋头疯狂干饭，二宝吃饭根本不需要帮忙，自己就能吃得很好。一会儿，爱宝察觉到二宝没有再继续吃了，直接给二宝来了个倒转，开始为二宝舔脸。二宝疑惑，妈妈是不是刚舔了自己的屁股，气味怪怪的。二宝不断反抗着，让妈妈住手，但爱宝才不管呢。爱宝换了个姿势，强行为二宝舔舐。舔舐完，爱宝的工作便完成了。爱宝放二宝在一旁，自己去吃竹子，而爷爷则趁二宝睡觉时过来给二宝测量体重。此时二宝迷迷糊糊的就进了筐里。二宝的体重是4.4千克，比大宝重了2斤。爷爷给二宝放下来后，二宝对着爷爷就来了一声狗叫。看样子二宝是要跟爷爷抢地盘，表示爷爷占了自己的领地，而爷爷表示二宝干得真棒，以后遇到敌人就要这样。瑞宝邪魅一笑，瑞宝顿在不悦。下一秒辉宝收起微笑，便听到瑞宝那里传来了尖叫。其实这也不怪辉宝，辉宝只是以牙还牙，因为最开始时是辉宝在产青团，瑞宝看到妹妹在产青团后前来没事非要过去凑热闹，而爱宝此时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对于姐妹俩的事情，爱宝懒得插手。瑞宝凑到辉宝身边后，直接从前面抱住了辉宝，这让此时的辉宝感觉到了麻烦，有外力的影响，青团都产不下来了。而且瑞宝还抱着辉宝打滚。辉宝这时将头埋在了草丛里，连连跟姐姐求饶，但辉宝是记仇的，这样被瑞宝欺负肯定是要还回来的。不过好在这时辉宝为了自己能好好产青团，先忍下了。而这时的瑞宝则去到了一旁，也开始产青团了。辉宝眼看真是风水轮流转，刚才你这么欺负我，这次该轮到我了。瑞宝这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正躺在草丛里舒舒服服产青团，但很快瑞宝便察觉到了气氛不对。瑞宝惊慌的眼睛跟着溜圆，如果瑞宝眼睛会说话的话，那瑞宝一定是在祈祷辉宝千万不要过来，也就知道是自己错了。但这时候说什么都晚了，辉宝压在瑞宝身下，直接给瑞宝推了出去，强行阻断瑞宝施法。姐妹俩每天都在相互为难。瑞宝被打断了施法后，开始和辉宝打了起来，但瑞宝这时还没完全施法完。瑞宝趁着辉宝还没回过神来，又重新回到了草丛。等辉宝回过神来时，又再次去到瑞宝身边，继续给瑞宝捣乱。辉宝再一次给正在产青团的瑞宝推开了，好在这次刚好瑞宝产完了，辉宝这里还凑上前帮瑞宝检查了一下。姐妹俩一天到晚真是无时无刻的不再给姨姨们表演着花活。